朋友们好，现在我在温哥华，是傍晚8点半，现在是夏令时，天气呢有点阴，当然这已经是傍晚了。最近大家的来信呢，给我讲述着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有一部分呢给我描述着他最近心情或者遇到的一些问题。很多问题都是些比较麻烦和有压力的事情。的确的，我确实觉得人生也真的不容易的。但是凡事呢，能够去还比较积极的去面对生活，那生活本身呢，就是一副最好的最快乐的解药。有同学就说，他总感觉这几年年年都不顺利，总是不顺利，都每年都有说不清的烦心事来困扰他。我觉得这就是人生。其实给自己做一个心情的一个笔记，把你每年的快乐和烦恼记下来，再画一个有高度，就像股票的生长还是降低的那样一个线，就像每天的心跳一样。有可能会发现我们每一年或者是每2-3年就有一次心脏狂跳不止。有一种比喻说，我每一年都要面对着又一次攀登，眼前一座高山，我怎么跨越它？但往往20年之后，或者50年、80年之后，看看这番记录的话，就是我们一直在攀登之中，从没有停歇过。无论觉得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，但是面对那座山，就是那座山，它就会带给你障碍。人生处处都是障碍，但处处都是出路。有障碍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多跟朋友啊聊一聊，或者是多看几场电影，多睡几天的闷头觉，或者是看看书。也许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但是就在这个寻找出路的过程之中，是需要时间的。也许过几天，也许过半年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。之前我看到一座山那么高，那么险峻，一边哭呀喊啊，喊求救啊。那在这种烦恼和挣扎之中，喊得也差不多了，最后发现自己已经走过这座山了，翻过这座山了。可能就是这样。也许80岁之后，每个人都会觉悟了，就像佛所说的那样子，都是一场梦。他们年轻的时候啊，就需要去做个梦，用你之后的余生去圆这个梦。
等80岁以后呢，一总结发现真的是个梦，这根本不真实，就是自己创造了个梦，在梦境中自己扮演的还非常的充分，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。无论你快乐不快乐，这座山呢，还必须是自己要爬过去。无论我们的心情如何，爬过去了就是爬过去了，没有什么。像刚才呢，我渴了，我买了瓶矿泉水，就很快把它喝完了。想在车上一看，放了5、6个空瓶子了。看附近有那个垃圾箱，我想过去把它扔掉。发现有个女士的老奶奶在那个回收箱里翻找可以回收的一些瓶子。我也是出于一个好意啊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在那翻瓶子就卖了2个钱。这2天天突然降温了啊，我说要不给他的零花钱，因为是西方人，有时候贸然过去说不定会打扰到人家，说不定他不需要钱，所以过去我就问问他，你怎么样，还好吗？需要帮助吗？他说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需要帮助。你以为我捡这个瓶子啊？我是在捡瓶子，我把它分类之后塑料的呀、铝罐啊分清楚之后，我就回收之后我要捐给一个爱护鸟类的协会。真是了不起。这老奶奶非常清淡高雅的，但是老远的那个白发苍苍的瘦弱的，我觉得她可能站起来之后身体都不能挺直，她好像有严重的风湿病，她那个手都是变形的，就是这样很自信的轻松自在的跟我谈论着。就那一刹那间，我觉得自己挺渺小的。这位老奶奶真是了不起。我们看似一个普通人的行为，我觉得高大的像佛一样。我不知道她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。她在捡瓶子的时候，她是在为别人捡瓶子。我相信她是个很聪明的、很有修养的人。她至少有80岁了，她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懂得，什么都见过了。我相信她在做这个翻找瓶子的举动的时候，这应该就不是第一次了，已经若干次了。他可能头几次的时候会想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，尤其是他的邻居他的老同事、老同学，说看到他这样的话，会不会对他产生误会或者是负面的感觉。我相信他早想过无数次了，但是他那么从容的自在的翻着那些瓶子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别人，还不是为了人，只是为了其他的鸟。我还好心的说，你需要帮助吗？和他比，我觉得我需要帮助。怎么自己那么矮小，那么低俗？在他那个自在的脸庞上，
在他那个身体不能完全站直，他的手都是弯曲的这样一种身体状态。他都80多岁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做这些事情。他真的能救得了那些鸟吗？我现在想，也许他真的救不了那些鸟，但是如果人人都这么想，这些鸟反正也救不了，那这个世界上我们做慈善的事情的时候，说反正穷人还是穷，病的还是病，死的还是死，痛的还是痛，我们都没人去管，这个世界可能就失去了那种幸福的温度，就失去了那份善良和感动。我们这个地球就和那个冰冷的月亮和火星有什么差别呢？刚才有网友留言说，那位姓李的先生说是要自杀。如果你能传话给他的话，就是自杀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，无论杀了别人还杀了自己，最终还犯了一个杀生的罪，还让你的家人你可能痛苦一下就过去了，你也没有什么耻辱感觉，反正是死了，所以对这个世界，对你的家人，对爱你的人，总失去了责任，是吗？你痛了一下就过去了，你的家人和爱你的朋友们痛3生3世啊。这位姓李的朋友，也许3天以后，或最多1个月以后，你会发现鲜花还是那样的鲜美，阳光还是那么的灿烂，你一样大大方方的，面带笑容的，带着自信的陪着你的家人去面对新的一天生活。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我们面对那个山是有多么的险恶，我们都要去勇敢的去攀登它。如果那是唯一的出路的话，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，至少那也是出路啊。我记得我登上昆仑山顶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是没有生命的，在攀登的过程之中那都是雪。其实半路上我一直后悔，我不是勇敢，我觉得我做了一个错的选择。就是我登山登到半路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这么愚蠢的决定都是让我给做了，累得要死，随时就滑下山去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冰窟窿，掉下去你摔死在哪里人都不知道。多少次要摔下去的时候，我会死死地找地方抓住，让自己能够保留下来。后悔的到痛苦的感觉，到那个风能把我从山上吹下去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哭了。但是在那么高的山顶上，4700多米的高山上，是不能哭的，你眼睛会结冰的。但是最后想，也许往下滑往下走的那一刻，也许会滑下去，也许会摔死，也许那一刻之后，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永远见不到我了。
但是我最后的决定说，既然都走了这么多了，这其实回头走，如果知道的人就多丢人呐。将来老了之后给儿孙讲故事的时候，讲的都是丢人的故事，让自己勇敢一次吧。这个念头来了之后，我就往上爬吧。爬的过程之中，一会儿下冰雹，一会儿下雪，一会儿下雨，那个大风把脸上灯都吹烂了。我几次累得虚脱了，我穿的棉袄全都湿透了。在继续攀登之中，就慢慢的把那冰冷的棉袄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身体，但是我坚持到最后一刻。登上了山顶之后，那个大风啊，就把自己差点要吹下来，所以我也不敢站起来像英雄一样说我登上珠峰了那样宣布一下，因为风太大，没有这么大的胆量。爬了一会儿过后，我觉得风小了，感觉它开始变温暖了。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哇，世界变了，蓝天白云，美好的五彩光就在这个山顶上笼罩着我。我相信这会儿大家可以想象我那个时候的心情。此山没有白登，这种痛苦的煎熬没有白过，它真的没什么意义。我登这个山没有什么意义，对我来说，从占便宜的心理，上山只有吃亏，没有什么占便宜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挺幸福的。我是个懦弱的人，我比谁的胆量都不大，我也这样默默地超越着自己的懦弱。我是个自私的人，我尽量的让自己再大方一点。我是个笨的人，那我就起得早一点。我是遇到困难呢，就好像看不到明天的人，那么我就学会着让自己坚强一点，让自己活到明天，就想象中我比谁都不差。爹妈生养一场不容易，我就为了对得起他们，我也不会轻易的死去。眼前的山虽然是障碍，但那毕竟是一条出路。朋友们，哪怕是山障碍的，但是被障碍的都是你的心，而不是山。所有的沟沟坎坎高山海洋，都是我们生命中脚下的路而已，都是我们脚下的路。学着用勇敢而平静的，甚至报恩的心去度过它。人生路上就是那样不易的，陪我们走过每一段路的人，哎呀，有好人有坏人，有时候是与坏人同行，但那毕竟是一种缘分呐。有时候与魔鬼同行，那是不得已的事情。有时候与佛菩萨同行，但是我们并不认得，也许我们还会排斥他，嫌他傻，嫌他呆。那个时候在佛眼里，我们又是众生，又是个带有的小恶魔的众生。与鬼同行很艰难，我觉得与佛同行更艰难。
说给我的最最亲爱的弟子们说，用无比无量的心，学着与众生同行，其中有鬼，有妖，有人，有愚昧，有佛菩萨，有骗子，也有狐狸精，也有无量的打击，也刚刚好一点就会产生很多的诱惑，去学着认识它，学着去把握，学着去观察发现。那有的朋友说，那为什么要与鬼同行呢？道理很简单的，今天你在走路过程之中来了一个人，能陪着你走一段路，你不知道他是鬼啊，你自己都怕得要死，旁边好不容易来个人，你会不会也希望和另外一个结伴而行呢？所以有时候是不得已啊。所以姓李的那位朋友，如果你现在听懂了，我相信你不想自杀。请在自杀之前，先侍奉父母30年，之后你想怎么死都可以。父母养育之恩，三生三世报不完。觉得人生到最后，没什么胜利者，也没什么叫做赢家。每个人到了最后的人生啊，无非就是有无尽的总结，有无尽的感慨。我们所有经历的都是应该经历的，越是苦难的，其实最后越是宝贵。只是经历苦难之痛的时候是不容易的，但是熬过去就是真功夫。超越自己，超越自己忍耐的极限，超越自己过去已有的慈悲，超越自己已经扩大包容的心胸，超越自己已经开拓过的那个宽容和耐力。只有不断的超越，不断的更新，就像我们的手机和电脑一样，才不会宕机，才不会卡住，让自己大脑更加润滑的运行下去。就是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超越，不断的更新。当然了，那个善良的心是不变的，那个美好的愿望也不能改变，这样我们才能充满着永远的动力，不会停歇，不会让障碍把我们挡住，让自己每天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觉得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，就是永远有一个学习的心。无论过去的佛和孔子，他们也都是这样说。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。那么当年的孔子是已经在大中国是首屈一指大学问家，那么他说的这个心不是一种谦虚，是一种真实的理解，就三人行必有我师啊。就是三个人里头总有一个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我所没有的，这是一种总结。
希望大家勇敢地面对人生，别虚假，别虚伪，别骗人，也别忘恩负义，也不要或者更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去坑害和出卖你的朋友或者恩人。那会最后呢，其实让自己会形成最后的障碍。像早些年文革时期，因为当时中国的大潮流就是有点胡闹，儿子揭发父亲，老婆揭发丈夫。20年之后呢，他们怎样有脸面对彼此啊？我遇到一位深深的痛，有位儿子揭发父亲，其实父亲什么错都没有犯在老师的鼓动下，他父亲就是一个学校的大学的校长，就揭发他父亲就是一个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名分了，把那知识分子都给抓起来关牛棚了。最后父亲在去新疆的路上跳火车自杀了。这个儿子前2年才死，形成他下半辈子的痛天天处在痛苦与赎罪的状态里。所以做人不要失去了最基本的本分。无论多么大的风雨和多么痛苦的被压榨被逼迫，你最基本的道德不可以改变。触犯了这个底线的时候，未来的人生，如果你活得越明白，那么你就越痛苦。天天处在自责的这种刀山火海的折磨之中希望大家好好活着，每天都要超越自己，每天至少都要做一件善事。好了，我这个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。我呢也是越来越老，可是我的朋友们呢越来越年轻谢谢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，祝大家幸福快乐，功德增长，谢谢。